中东开战，大国埋单。只要飞弹没有打到自家楼下都没事了，有那么紧张吗？没事了，银行存款薪资数字都没变，只是便当物价、世界局势都在变而已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但就算明知道现在有战争风险，我们普通人又能怎么办呢？没钱移民欧美，哪里还有岁月静好的避风港呢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，在世界越来越动荡的时期，普通人怎么用一台车的预算合法获得移居海外的选择权。我估计说这个世界正在处于火药桶状态，应该没有人反对吧？没有。世界各国都在备战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。还在亚洲大国或者地缘政治最前线的朋友，真的要认真思考备用方案了。别等到飞弹真的掉到家门口，才想到要找后路。谁不想帮身家性命买个保险呢？但我们普通人光是应付通膨、房贷，还有柴米油盐就够苦哈哈啦，哪来的闲钱去搞第二本护照呢？有道理，看看网络上那些加勒比海小岛国的护照，动不动就要专线20-30万美金，对普通人来说当然是贵了。但想过没有，为什么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这种花大钱买护照的资讯呢？因为又快又好来呀，花钱就能解决，当然一堆人推荐，不然呢？有想过当中的利润空间吗？移民是一门生意，推销几十万美金的护照，或者办欧美大国的签证，才有高利润的手续费吗？那些普通人负担得起、性价比高的冷门路线，没什么油水了，当然就没人会主动告诉你。这话把同业都得罪光了。像我们这种并非移民中介，只讲大白话的频道，真是稀有动物。观众朋友还不赶紧按赞订阅，且看且珍惜啊！说回正题，很多人被宣传影响了，以为要砸大钱买一本护照才算叫有保险。其实备案计划的核心在于拥有选择权，有多少预算就有多少预算的玩法了。所以意思是后备选项不是越贵越好，便宜也不代表没有好货吗？没错，不同的预算、不同的人生阶段，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备用方案。无论是想移居外国，还是只是想拿个后备门票，这件事情不是买名牌包包，不用攀比了。重点是要看懂自己手上的牌有什么选择，然后聪明的打出去。有选项才像样，但既然有普通人负担得起的选项，那就先存笔钱，等过段时间再来办也不迟吧。看看最近的新闻，有些欧洲的黄金签证说停就停，说涨价就涨价，全球的门槛都在收紧。你确定要过阵子再说吗？那现在就是钱不够啊，能怎么办呢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。当危机真的来到家门口，另外一边的大门早就锁死了。接下来摊开地图看看，预算有限的普通人真的还能找到无战事的地方，继续岁月静好的生活吗？我那些住在美国的朋友经常在抱怨税收高、买菜贵。既然传统的移民国家门槛变得越来越高，生活成本也节节攀升，那我们普通人还能去哪里呢？这就是盲目迷信大国的代价。不要误会，这不是在黑欧美。如果有钱有闲，去欧美当然能享受顶级资源，但如果普通人预算不够，甚至盲目跟风走线去美国，最后拿不到合法身份，那不叫避险啊，那只是韭菜搬家而已。但是欧美大国看起来是更好啊，总比去小国家有保障吧。在世界局势动荡时，如果选择去西方大国，就等于走进了国际博弈的首要攻击目标。哇，这用词好高级啊，麻烦说人话解释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两个阵营在对决的时候，欧美首当其冲是被针对的对象，不论是在物理上还是精神上，都很有可能发生。而且现在很多欧美国家内部的政治分歧极度严重，万一陷入极端的内部秩序混乱，你这身黑头发、黄皮肤走在街上，有可能被头脑发热的极端分子误会是间谍哦。
看来保持白头发还是有保命的作用啊。这时候真正能保命的是一个远离战火的非争议性地点。非争议性地点，该不会要说拉丁美洲吧？这就是资讯来源贫乏所带来的误解。其实，在很多欧美人士的眼中，拉丁美洲远离两个大国阵营对抗震央，是真正的世外桃源。打开地图就秒懂，拉美离开东亚大陆那么远，别说飞弹了，坐飞机过来都要转好几趟。这就是地理隔离带来的安全感。距离是很远啊，虽然飞弹不会打过来，但社会治安很差耶。总不能为了躲避飞弹就跑去让人家抢手机。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地缘冲突的生存保命题。至于拉美各国真实的治安情况，还有防备策略，我们之前有影片详细谈论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回头去翻翻看，不要被刻板印象误导了。好，想看治安真相的朋友，连接已经放在下面了。回到正题，当翻开过去100年的历史，在北半球欧亚大陆打泥浆摔跤的时候，拉丁美洲从未被卷入世界大战与核武器的博弈当中，称得上是全球最大的和平后方啊！这就是拉美无懈可击的地理优势哦。也就是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在拉美非常低咯。好戏还在后面啊！拉美拥有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农产品以及能源。你看这次中东开战，就让亚洲多个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焦头烂额，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国家的能源自给自足，就是普通人最大的生存保障。听起来是不错，但依然很多人都觉得拉美是鸟不生蛋的地方。去泰国或马来西亚不是更好吗？既能避开欧美的潜在风险，物价又便宜，很不错耶。这就关系到拉美的第二个优势——移民政策。比如去泰国花钱买精英签证，花再多的钱都只是个游客，时间一到，政策一改，又要掏钱续期。但很多拉美国家提供的是明确的获取居留权以及入籍的路径。总的来说，门槛相当低了，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普通人。这相当于在乱世之中低成本买下一张真正的避风港入场券。先别说的那么无可挑剔，就算外面没有世界大战，万一这个拉美国家的内部先崩溃了，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啊。那到时候机场一关，不是反而被困死了吗？问得好，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藏玩法，可以称之为邻国备案优势。麻烦再解释一下。在拉丁美洲建立相邻居留权是相对容易，比如你可以同时拿厄瓜多跟邻国秘鲁、哥伦比亚的居留权，或者同时拿乌拉圭跟阿根廷的居留权。万一你所在的国家真的发生危机，淡定淡定，根本不需要抢机票，只需要去客运站买张长途巴士车票，走陆路边境就能合法进入另外一个国家。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陆路相连，就是邻国备案的优势。本来以为拉美已经是备胎了，想不到拉美的国家还可以互相成为彼此的备胎，真的是有了一个备胎，还能有备胎的备胎呀！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呀！只需要一台代步车的预算，就能换取全家人的避险门票。而且办理投资移民这笔钱不是花掉，不是交给政府，而是存在你银行账户生利息。或者是买套小公寓作为避难小屋也行吧？可以啊，眼光好的话，说不定过几年房地产就会升值了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太划算了。那具体要怎么办呢？哪个国家好呢？巴拿马、厄瓜多还是阿根廷呢？其实在我们的频道里早就帮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宝藏影片，不管是拉美各国的移民门槛，还是在地的生活状况，都有详细的分享，赶快进去我们频道挖宝吧。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悄悄，拜拜。